你一定想不到，在择偶标准上，男女的差异有多大。为什么男性会重点关注女性的长相、身高、三围、年龄这些？为什么女性除了生理特征，还要看男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？不过，这绝不是因为男生好色，女生功利。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来看，很多择偶偏好是解决繁殖这一关键问题的最优解。甚至当你把人类择偶策略放到其他一些动物身上，会发现同样适用。Hello， 宝子们，我是星河。今天咱们聊一个男女都比较关心的话题——择偶。首先声明啊，这些结论来源于进化心理学，也就是从进化角度探讨整个人类物种的普遍特性。有些观点可能有悖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，所以如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假如你是个女生，有个帅哥过来搭讪，并开门见山地问能不能带你去酒店，不用想，你肯定会给他一巴掌。但如果你是个男生，搭讪的是一位美女吗？国外一个研究团队就干了普通人不敢干的事儿，他们让帅哥搭讪女生，并提出这个请求，结果100%的女生都拒绝了。然后他们又让美女去搭讪男生，好家伙，75%的男生都觉得自己桃花运来了，欣然接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远古时期的一个男性跟很多女性发生关系，就有可能导致很多女性怀孕，也就有可能产生很多后代。对男性而言，只需要很少的投资就能换来巨大的繁殖收益。反过来，女性的繁殖上还需要付出怀胎、分娩、哺乳、抚养等一系列宝贵的资源。如果她碰到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，完事后不提供任何物质帮助和人身保护，女性就只能丧偶式养育孩子了。不仅提高了生存风险，还会影响后续择偶，代价太大。所以在择偶行为上，谁的投入产出比高，谁就可以肆无忌惮，谁的低，谁就必须谨慎挑剔。这也被称为亲代投资理论。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，择偶偏好跟性别的关系不大。如果换作男性承担女性的繁殖任务，那相对保守的就是男性了。在自然界中，海龙、海马和摩门蟋蟀就是性角色倒置的物种，它们的雄性在择偶时也的确比雌性更谨慎挑剔。在投资不对等的情况下，雌性择偶就不得不权衡雄性身上所有特征的利弊，然后在潜在的选项中择优而取。这里隐藏了2层含义：一是虽然雄性看上去更主动，但雌性才是主导，因为他们决定了何时以及和谁进行交配，而雄性则是通过搏斗、比美来竞争备择的机会。二是雌性的择偶偏好往往决定了物种进化的方向。你看雄孔雀的大尾巴，不仅容易暴露，还跑得快，怎么看都不符合进化论。但没办法，雌孔雀就喜欢这样的，所以这种没有生存收益但有遗传收益的特征也得以保留，这被称为性选择理论。回到人类，大家是不是就好理解男追女隔层山的意思了？因为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下，生存繁衍已经不是问题，所以女性的择偶标准也在迭代升级。比如经济资源，有一项研究调查了全球1万多名参与者的择偶偏好，结果显示，不同大洲、不同种族、不同政治体制、不同宗教背景以及不同婚姻制度中的女性，都比同一环境下的男性更看重经济资源，重视程度几乎是男性的2倍。不过这并不是人类专属，雌性看重雄性资源状况的择偶偏好，放到动物界也是相当普遍。比如有一种鸟叫伯劳鸟，每到繁殖季节，雄鸟就开始囤食物、羽毛这些东西，然后雌鸟会挨家挨户的造访，并且选一个加点最后的雄鸟与之配对。其实单从社会文化角度也说得通，因为很多时期属于父权制社会，资源大多由男性积累、保护和控制，而女性更像是资源之一，被男性占有。女性想要获取资源，就不得不依附于有资源的男性。另外，在很多地方，男性需要肩负起提供食物、建立居所、保护领地和养育妻儿的重任，也就是一个人要撑起整个家，而充足的经济资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。2、社会地位。社会地位往往是判断男性获取资源能力的重要线索。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全球各种社会形态，从非洲的姆布地人到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，结果发现地位高的男性总是拥有更多的财富。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，他们也顺理成章地拥有更多的妻子。除了吸金，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也能让男性赢得更多的社会尊重，甚至能得到一些普通人得不到的隐性便利，比如居住条件、医疗保障、教育资源、社交机会等等。我一个体制内的朋友就经常开玩笑，说自己没房没车，一个月就几千块钱工资，
但去老丈人家吃饭还是赶先动快。社会资源流向地位高的男性手中，女性择偶也就倾向于向上攀附。久而久之，高价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，为人们所接受。比如一个精英男跟一个没工作的女性结婚，大家不会觉得有问题，但如果反过来，人们就会多想，这男的会不会是个吃软饭的。3. 年龄成熟。在很多择偶研究中，女性都偏爱年长的男性，平均年龄差能达到3岁半。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得看看哪些东西是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。很显然，还是财富和地位。除去一些生在罗马的特例，20岁的青年很难比30岁的中年挣得多。这种规律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保持高度一致。你是不是有个大胆的想法？既然这样，不如直接找60岁以上的，钱多而且时日不多，一举两得。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，但长期择偶策略也需要考虑其他方面，比如能否满足生理需求，是否具备生育能力，会不会存在沟通障碍等等。综合这些因素，女性一般选择比自己大又不会大太多的男性，当然前提是这个男性有一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。如果30-40岁一事无成，那年龄就又变成减分项了。4. 可靠性和稳定性。在择偶中，大家最先考虑的肯定是你爱不爱他，他爱不爱你，对吧？爱情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。那第2和第3重要的呢？在一项涉及37种文化的研究中，除了爱情，无论男女都最在意未来伴侣是否有可靠的人品和稳定的情绪。过来人都知道，没有可靠人品和稳定情绪的配偶，会长期间歇性的给自己造成严重的情绪负担，甚至身体伤害。跟这类人相处，你没有安全感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你。相反，你要一直迁就他，包容他，原谅他。而且有一项研究表明，这类人更容易产生外遇，所以对他们的配偶来说，不仅没办法从他们那儿获取稳定的资源支持，还有可能消耗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物质资源。5. 承诺和投资。当一个男性伸出3根手指对天发誓的时候，不管他接下来的话是真是假，都足以影响女性的择偶策略。所以在很多关于爱情的研究中，承诺都被看作是爱情最核心的部分。而且女性在择偶上长期面临着一个适应性问题，那就是她们能判断男性拥有的资源是否充足，但不好判断对方愿不愿意为自己和子女提供资源，所以承诺就起到一个检验的作用。除了这个，承诺还经常被用来检验男性是否愿意放弃与别人的感情，是否愿意只爱他一个人，是否愿意结婚生子等等。也正是因为男性给了太多无法兑现的承诺，多了些不好的名声。发出承诺很简单，一张嘴就能完成，但兑现承诺是需要付出的，所以愿不愿意在自己身上投资，也是女性很在意的一点。不过，这个投资不仅仅是物质方面，女性同样看重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、精力和感情。只不过物质投资是最直观也最容易衡量的标准，所以如果你在追一个女生，不能只是给出承诺，还要适当请她吃个饭，送个小礼物，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。虽说男性在择偶上属于有恃无恐的一方，但女性为了规避风险，制定了一项基本规则，很好的约束了男性，那就是婚姻。一般来说，确定结婚或者至少愿意结婚的男性，女性才会选择跟他发展更深层的关系。这样一来，男性择偶也不能太随便了，毕竟婚姻具有排他性，精力再多但机会有限。所以男性择偶也不是没有要求的，比如1. 年龄区间，女性喜欢比自己大的男性，正好男性也喜欢比自己小的女性。不过更有意思的是，男性希望的年龄差跟自身的年龄有很大关系。一项调查显示，30多岁的男性偏爱比自己小5岁的女性，而40多岁的男性更喜欢比自己小10到20岁的女性。也就是男性年龄越大，希望的年龄差也越大。要不怎么说男性专一呢？大家发现没，最受欢迎的女性年龄好像在一个稳定的区间，基本都在20到30岁这个范围。所以男性看重的有可能不是女性是否年轻，而是与繁殖价值有关的生理特征。为了验证这个预测，研究者调查了一群12到19岁之间的男生，结果他们真的更喜欢跟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女性约会。当然，这个年龄段女性的颜值和身材也处于高峰期，可惜研究者没有把这些因素纳入其中，所以单从繁殖角度讨论女性年龄的结论还有待验证。毕竟在现代社会，挑选长期伴侣，生孩子可能不是最重要的，甚至不是必须的条件。2. 颜值。不管是跨地区、跨文化的横向研究，还是跨时间的纵向研究，
男性都非常在乎配偶的长相，而且研究者还发现了那些长在男性审美上的颜值共性，比如肤质，光洁的皮肤除了在视觉上更加迷人，也暗示着这个女生没有皮肤疾病，可能拥有能抵抗疾病和感染的优质基因。另外，皮肤光滑、面色红润的女性看起来也更加年轻，这也是为什么女性都喜欢涂脂模范。比如女性化面孔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废话吗？女性的面孔当然女性化了。其实这里所说的女性化面孔是一系列特征：嘴唇饱满、眼睛大、颚骨薄、下巴小、颧骨高、嘴巴和颚骨的距离短。女性化面孔受欢迎有2个原因：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性的面部特征会变得越来越缺少女人味；二是女性化面孔意味着高水平的雌性激素和卵巢激素，这些跟生育能力有关。再比如平均化面孔，一般我们认为长相有明显个人特征的会更受欢迎，但事实上大众脸的接受度更高。有研究者开发了一种计算机人脸合成技术，把很多面孔叠在一起，创造出新的面孔。有趣的是，受访者认为合成后的平均面孔比合成前的任何一张都更有吸引力，而且叠加的原始面孔越多，合成后的面孔也越有吸引力。有一种解释是，平均化意味着遗传表现性的优势，而偏离平均化的生物个体容易遭受环境的侵害，比如疾病和基因突变。3. 身材比例。跟对平均化面孔的偏爱不同，男性对女性身材的审美似乎就不怎么关心遗传优势了。有研究者采用轮廓线条化的方式，在保证身高不变的情况下，不断调整女性的腿长，结果腿长比平均数据高5%的女性最受欢迎。而且评判女性身材好坏的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完全不同的，尤其是胖瘦。在食物短缺的地区，比如肯尼亚和厄瓜多尔，男性偏爱体重较高、脂肪较多的女性；而在食物相对充足的很多西欧国家，有钱人倾向于让自己保持身材，所以男性偏爱苗条的女性。即便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，不同的经济形势也会对身材的审美产生影响。当经济形势差，大家吃饭都是问题的时候，男性就偏爱胖一点的女性。所以作为男性的择偶偏好，身材这个特征有非常明显的环境依赖性。心理学家德文德拉辛格还发现，男性更加偏爱那些腰臀比例在 0.7 的女性。他对近30年花花公子的插眼模特和美国选美大赛的获胜者进行了分析，尽管这些人都比普通人瘦一些，但他们的腰臀比几乎一样，都是 0.7。4. 贞洁和忠诚。雌性哺乳动物通常只会周期性的进入发情期，交配行为也主要发生在这段时间内。如果雄性动物要防止配偶与其他雄性交配，只需要在雌性发情期保持警惕即可，所以他们非常确信自己的父亲身份。人类就不一样了，女性排卵期非常隐蔽，从繁殖角度看，这给男性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适应性问题，那就是他们不好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真的是自己的孩子。如果想要在两性关系中获得确定的繁殖收益，男性就必须通过合理的方式确保配偶洁身自好又忠贞不渝。所以男性在择偶中都非常在意2个点：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诚。毕竟这些是确定自己与后代亲子关系的重要线索。20世纪30年代，男性认为贞洁几乎是必要条件。到了近几十年，男性对贞洁的评价变成了想要但不是必须的。一是节育技术的普及，二是男性可能意识到比处子之身更重要的是确保未来的忠诚，所以现代男性都非常重视忠诚。一项研究评价了在长期配偶关系中的67种特征，性忠诚始终被男性排在第1位。大家发现没？男女择偶策略虽然看上去差异很大，但本质上都是为了让繁殖收益最大化，比如优良的遗传基因，比如优质的生存条件。当然了，作为高级动物，人类有更丰富的情感和更复杂的需求，即便从宏观数据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，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，还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所以即便这些择偶偏好适用于大部分人，也不代表就适用于你我。大家更不用对号入座，用这些标准限制了自己的选择。我始终认为，择偶的基础是感情，你们彼此认同，两情相悦，这就足够了，其他所有特征都是次要的。